好，咱们现在先来构一下图啊。好，我们在这里，上次大家说要画绿色的啊，我们在这里画一朵绿色，上面一朵绿色，下面一朵可以红色呀、带黄色呀、带绿色的都行。然后可以从这里出枝哈，从这里出枝。好，这里有一些叶子。然后这个地方再来一个半开的花苞什么的。像这些地方如果空间多的话，也可以再加一些花苞啊，或者是加一些半开的花呀，加一些叶子什么的。然后画一个这个栏杆吧，画一个栏杆吧，叫什么栏杆？就叫这个扶手啊、栏杆什么的，这种状态的这种东西吧，画一些后面这里面可以来一些花纹，加一些花纹什么的，看情况吧，镂空的也可以。今天也是带大家一起来写生这两朵花，一朵绿色的。前几天有朋友有大家说想看绿色的啊，那我们今天画这个绿色的花啊，绿色的花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先看一眼。那大家一起分解一下颜色，看到这朵绿色的花了吗？来看到这朵绿色的花，大家来一起来分解一下它的颜色。就会分解的家人们一起来分解一下颜色哈。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三绿加胭脂。好，底色啊，底色还是一样。然后用什么颜色呢？来，咱们一起来分解一下啊，一起来分解一下。好，第一个我们就用藤黄加三绿吧，藤黄加三绿。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个这个橄榄绿，再用一个花青加藤黄。好，我们这个如果说有一些地方可以用到一点点这个交叉，辅助颜色可以用到一点点交叉。好，这朵绿色我们就用这些颜色。下一朵花我们一起来分解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是第一朵花，咱们第二朵花也可以一起来分解一下。底色还是同上啊，底色是同上。然后后面呢，后面要用到什么颜色？来，大家一起来分解一下，好，那我们这一幅的话，朱砂，好，用朱砂，大红，曙红胭脂啊，大红赭石也用到一点吧，藤黄也用一点吧。藤黄、赭石、胭脂。好，藤黄也用一点点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先把这两朵花的颜色都分解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调色了啊，先来调底色。
可以加点，再加点玫瑰红啊！你们说有玫瑰红了，加一点玫瑰红。这些可以到最后我们再这个调整上去啊。今天是60的圆啊，忘记写了，不好意思呀，忘记写60直径啊，就是我那天裁的那个圆哈，裁的那个圆。哎，我们这个构图从这个正中间出了，不要从正中间，你移一下位置哈，从这个上面一点点来出，从上面一点点来出来。这朵花的颜色很丰富，就是颜色很是颜色确实很丰富，但是这个就是不一定能表现得出来啊，不是很好表现这一朵花，所以我找的花都是比较难表现的。底色的颜色没有这个固定的比例啊，就是你多点少点都可以，这个没办法说把这个比例量出来，多一点少一点都可以，就看色调啊，看色调，就是颜色有一点灰灰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啊。是哪一朵花？这一朵。看一下这个底色，画在纸上它有明显的区别，感觉这个三绿还是少了一点点啊，咱们再加一点点三绿进来，再加点三绿进来。来，再加点三绿啊！来，这个有看一下，在纸上画跟这个白纸它有明显的区别就可以了哈。好，咱们把颜色先调颜色啊，这个是藤黄加三绿，然后橄榄绿啊，橄榄绿，然后这个花青加藤黄。好，这个调成一个嫩绿色啊。好，嫩绿色，然后这个是花青加藤黄，花青加藤黄它调出来的颜色就比较深一些。
好，2个绿色，然后还要用这个交叉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来调色啊，开始来调色。这里嫩绿色，我们先薄薄的调一层这个嫩绿色，嫩绿色。来，先调一层嫩绿色啊，嫩绿色，然后调一点橄榄绿的话，有一些地方要啊，有些地方要，有些地方你可以不调橄榄绿。好，可以调一点橄榄绿，然后再调这个深绿色，再调深绿色。我们想要颜色更深一点，我们这个笔肚上的这个有可能这个笔肚上的这个太白，我们还要洗掉。在画这个花的正中间的时候，有可能要洗掉。就你想要哈颜色更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笔尖上的底色洗掉一点点，笔尖上的颜色洗掉一点点，知道吗？就是不要洗到笔肚上，这样子笔肚里面还是有底色的，笔尖上没有。然后这样子再去调色的话，笔尖上都是颜色，颜色就会更鲜亮一点，知道吗？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小的方法。有的时候你在画这个又有深又有浅的时候，深浅有变化的时候，你想一朵花里面有一些深有一些浅的时候，那你想画更深一点的颜色的时候，你把笔尖去洗一下。笔肚的话不用全部洗干净啊。好，3个颜色依次调到由深到浅的一个渐变啊，由深到浅的一个渐变色。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颜色啊，但是一定要调均匀哈，一定要调均匀，一定要调均匀才好看啊。好，第一朵花在这个左上的这个位置，咱们就把它画上一点哈，画到这个左上的这个位置。咱们可以把这个圆折一下，折一下，找到第一朵花的位置。再来，我们正式画的时候再来补充一点颜色啊，先补充嫩绿色，补充一点点这个橄榄绿啊，补充一点橄榄绿。然后补充这个深绿色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，一定要调均匀，水分要控制好。当你调的时候，如果盘子掉了很多水分出来，那说明水分大了，咱们要控制好水分啊，控制好水分。好，刚刚有朋友说这一朵花怎么去画啊？这朵花就是各种碎花瓣啊，碎花瓣你就是很小的碎花瓣，你画出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就可以了啊，但是一定要有大小的变化，不是说这个画碎花瓣我们就整朵花全部是碎的，它也有大的也有大花瓣啊。哎，我们这个齐的已经画了这么多，我们要换方向了啊，不能全部画一样的一个方向的，不停的去补充这个深色。哎，偶尔也要稍微大一点点。就是我们这朵花本身的花瓣，如果说太多的这个相同的，那我们在画的时候，我们要去共性，哎，找出它的变化啊，画出它的变化。笔尖上深色啊，可以调一点点橄榄绿进来。好，加点深绿色，加点深绿，然后笔尖深的地方可以加一点点橄榄绿啊，加一点橄榄绿进来。当你深不下去的时候，哎，感觉这个颜色深不下去的时候，咱们可以加一点橄榄绿。
好，加点绿色，加点橄榄绿。好，这个是中间的这一块啊，中间这一块，如果还有一些地方生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也交叉还是生不下去的话，可以加一点点墨，加一点点墨进来，就是把有一些地方偶尔会有一些地方里面提一点啊，提一点更深一点的进来。好，有一些地方提一点更深一点的进来。那我们的这个颜色里面再加一点点哈，再加一个墨，水分有一点点大啊，现在笔上水分稍微有一点点大。好，偶尔有一些这个深，感觉这个交叉还是不够的时候，那我们的这个辅助颜色咱们再来加一个墨。辅助颜色再来加一个墨，这个辅助颜色再加一位颜色啊，加一个墨色进来。好，继续来补充颜色。笔上还没有干的时候，我们继续来补充颜色啊，补充颜色，还是嫩绿、橄榄绿，还有这个深绿，依次的去调。笔尖上可以加一点点橄榄绿啊。好，各种各样的大小的花瓣啊，任意的去组合，啊。好，再来蘸一点橄榄绿，就是画绣球形的其实是最快的。家人们，你们学这个牡丹花，一定要学会画绣球形啊！就是你画绣球形，你去参加一些笔会什么的。你就画这个绣球形，很快，几分钟都可以画完一朵。就是练熟了之后啊，几分钟可以画一朵。但是我在直播间，我还是要慢慢的去画，让每一位朋友都能看得清楚。那这个时候笔上干了，我们加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直接加点水哈，亲爱的，绿绣球加点水，用笔尖去蘸一点水。好，然后我们先调嫩绿色。好，笔尖调这个深色，调深绿。来，笔尖不停的去蘸深色，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颜色啊，补充这个深色。有些花瓣你可以画出各种各样的变化啊，各种各样的变化的花瓣。好，先画一层，然后你可以中间再去补充稍微深一点点的。如果说你是颜色不够深的话，你可以加一点点深的进来，加一点墨，或者是加一点其他的这个橙的花青呀什么的都可以。就是你刚开始画的时候，这个就大胆的画。你看现在我画的这个没有花型，看不出来哈，是不是它看不出来？看不出来是牡丹花，也看不出它的花型。
所以大家画的时候就是这样啊，刚开始画的时候，你就大胆的去画就行了啊。好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加一点点水啊，加点水，然后调这个嫩绿色，先调嫩绿色，然后调一点橄榄绿啊，再调深绿色，再调深绿色。笔尖上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交叉够深的，直接蘸交叉就可以。交叉如果不够深的话，你可以蘸一点点墨色啊，蘸一点点墨色。好，加一点交叉。加一点交叉，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交叉。再蘸一点水啊，笔上干了，咱们蘸一点点水。蘸点水之后，还是调嫩绿色，然后调橄榄绿啊。颜色你不是比例哈，是你差不多都调，就是你看你要什么色调。假如说你想嫩一点，你把前面的颜色多一点；你想颜色深一点，你把后面的这个深绿多一点哈。就你看你想要什么样的色调，你就把什么颜色调多。所以这个是随机的啊，就是每一朵花，即使你画同一朵花，这个花它的颜色也不可能是一样的。就是你要把整个思维打开啊。好，笔尖上沾一点绿色啊，沾一点点橄榄绿。好，这里画一点点反瓣出来啊，感觉是这个反瓣的这种感觉。好，再来蘸一点嫩绿啊，蘸点橄榄绿，蘸一点这个深绿。这一笔你想深一点，你就把这个深绿调多一点哈，深绿调多一点，想它更深一点，橄榄绿，这个交叉也可以调多一点哈，交叉也可以调多一点。花瓣要有这个大小的这个变化。好，现在笔上完全就特别干了，都有一点画不动了，画不动了。我们不管是加水还是加底色都要加了啊，都要加了。然后这个深色部分基本上就差不多，就画这么多，差不多可以了。那比如说你这个还有很多这个小缝隙，你想把这些小缝隙想把它灭掉一点点哈，你可以用笔尖这个最深的颜色去灭掉一下这个飞白。飞白是要留一些，它会显得更加这个灵动一些，但是不要太多，太多就在整个画面就显得特别散。因为画这种碎花瓣就很容易有这个缝隙出来，你可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整理一下啊，整理一下，灭掉一些这个缝隙，就用笔尖上稍微深一点的颜色，去灭掉它一些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底色了。我们把这个底色，把笔洗一下，把底色再重新调一下，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然后我们继续来，稍微慢慢的颜色会慢慢的变浅的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慢慢变浅。那我们颜色也要调少一点点啊，先调嫩绿色，然后调橄榄绿啊，橄榄绿颜色都调少啊，深绿色也调少一点点啊，调少一点点，然后各种各样碎花瓣啊，还是一样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继续来啊。你看颜色浅了就显得很透了。是不是颜色少，它就显得更加透亮一些。好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啊，我们任意的去组合。想要嫩绿多一点哈，嫩一点我们就把前面的调多一点，
嫩绿，然后橄榄绿，嫩绿、橄榄绿，深绿调一点点在笔尖上就可以了。深绿就调一点点在笔尖上。好，笔尖上加一点点深绿。好，碎碎的啊，这一朵花的这个花瓣就是主打就是一个碎，特别碎，碎到真的没办法说的碎。好，再加一点嫩绿，加一点点橄榄绿。有的时候你可以这个深绿都可以不加啊。深绿都可以不加，加橄榄绿就可以。好，偶尔来一些这个大一点的花瓣啊。慢慢的颜色越来越浅。好，再来蘸一点嫩绿啊，蘸点嫩绿，蘸一点橄榄绿，然后蘸一点深绿色，蘸一丁点焦茶。好，我们这里来一些稍微大一点点的花瓣啊，蘸一点焦茶，我们加一两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进来，让它的这个花瓣里面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啊，调一点深绿，调一点橄榄绿。好，笔尖上现在已经很干了啊。来，咱们蘸一点底色啊，笔肚里面蘸一点底色。这是一个花头哈，一个花头，蘸一点点哈颜色，稍微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。有的地方你就蘸一丁点，就盘子边缘多的颜色。你就要看这一朵哈，这一朵物象，就是我们写生的这一朵物象，你看它的颜色大概差不多就可以，不用去追求说我要跟它一模一样啊，肯定不可能一模一样的。待会儿我们画完之后再用白色的去提哈，有些地方。好，蘸一点点深绿，蘸一点点嫩绿，蘸一点点橄榄绿，蘸一丁点这个深绿色。就是各种各样的花瓣，有的时候你可以画出这种长条一些的花瓣啊，是吧？一笔长条一点的，你一笔一笔的去画，它会有这个笔触。有这个笔触，而不是说，哎，我们看的这个花瓣就是一片一片，我们就一片的去画，行不行？整体的一片片的去画，行不行？不行哈，就是你画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点点笔触，我们就是要这个笔触，就感觉花瓣的这个很丰富。好，现在有没有看到它的变化？有没有看到整朵花的变化？好，我们现在笔上又干了啊，干了，咱们又再蘸一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蘸一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蘸一点底色。这朵花有点难是吧？来，盘子的边缘蘸一点点颜色啊，这笔可能我们就用底色去画，就只用一点点底色和笔上剩余的颜色去画，就用底色和笔上剩余的这个颜料去画就可以了。好，盘子边缘，笔尖在盘子的边缘蘸一点点颜料就可以了。好，有一些浅的地方可以先把它表现出来啊，先把它表现出来，然后我们再去补充这个深色的进来。好，显色的我们先画了几块，然后我们再去填空啊，填空。现在颜色可以调多一点哈。先调这个嫩绿，还是先调嫩绿，调橄榄绿啊，嫩绿调橄榄绿，然后调一点这个深绿色，调一点深绿色，调一点这个焦茶，调一点焦茶色哈。好，去填这个缝隙啊。各种各样的花瓣啊，你去编啊，就像你写作文编作文一样啊，自己去编各种各样的花瓣，你注意这个花瓣要有变化就行了。有什么变化？
长的、短的、圆的呀、碎的各种各样的花瓣去画，就不要把花瓣都画成一样的就可以啊，不要像鱼鳞一样，就是避免像鱼鳞一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咱们再来蘸一点底色，然后接下来后面的花瓣，我们把底色调得更深一点，我们把这个3绿全部放进来哈，把3绿全部放进来，然后这个胭脂也再放一点点进来，这样把底色更深一点，让一朵花里面的底色深了一点点，它的颜色色调上也会有一点点发生一点点这个变化。好，虽然加的不多，但是微微的会有一点点变化啊，微微的会有一点点变化。好，继续来调这个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嫩绿可以不调，你到下面的这个花瓣可以不调这个嫩绿色啊，嫩绿色直接调橄榄绿，然后再调这个深绿，然后调这个焦茶，然后调这个焦茶，让它的颜色哈。让它的颜色微微的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变化啊，这里有一个折痕，有个折痕，很容易把这个花瓣画变形了，所以要小心一点。哎，这个笔肚不小心沾了一块这个深绿，我们要把它调开，笔肚上的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。好，调一点橄榄绿，调一点深绿，调一点这个焦茶，调一点焦茶。到底下可以不调嫩绿，因为我们要让颜色整体的发生一点点小小的区别哈，小小的区别。好，现在这个笔上的这个，就是我们不一定说跟真花一模一样啊。啊，这个花瓣咱们画大一点点啊，让它大的花瓣让它大起来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加花瓣啊，来调嫩绿，调嫩绿，调橄榄绿，调橄榄绿，调深绿，调深绿，然后调一点焦茶，调一点焦茶。这边的花瓣啊，这边花瓣继续。调一点深绿，调一点焦茶，笔尖上啊，笔尖上这缺口里面加一点点深色进来。好，再多加点颜色啊，加点橄榄绿，加点深绿，橄榄绿、深绿。现在我们颜色调多一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让整体的颜色、整体的色调上升一个度哈，升一个度。这个就是颜色的变化。好，再来一点橄榄绿、深绿，还有这个焦茶，橄榄绿、深绿、焦茶。好，这个花瓣的话，感觉有一点点这个形状不太好，太死板了，我们把它再伸出来一点点啊，伸出来一点点。好，趁笔尖上有深的，我们把这个缺口里面补上一点点深一点的颜色进来，再调一点这个深绿，调一点橄榄绿。最后的时候，这个就很关键了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刚开始我们就很随意的去画啊，随意的去画花瓣，然后我们到最后这个时候就挺关键的啊，它会关乎到这一朵花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花型。所以到最后咱们要小心一点啊，看一下哪里要花瓣，哪里不要花瓣啊。那这里我们要画一个浅色一点的花瓣，那浅色一点花瓣，我们笔上的这个颜色肯定是深了，
颜色深了，我们要把笔去洗一下啊，洗一下笔啊，洗一下笔，把笔洗干净，然后重新再在我们的底色里面调一下，底色里面啊，底色有的时候会沉淀，你这个时候刚好就把底色可以搅一搅哈，搅和搅和。蘸的底色啊，蘸的底色，咱们在边上啊，就在这个盘子边上蘸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。因为咱们这个有一些花瓣的颜色要很浅啊，很浅。这里也有一点点很浅的这个花瓣。好，很浅的画了之后，然后我们还是蘸一点点颜色，嫩绿、橄榄绿、深绿蘸一点点，这里画一些这种碎的花瓣进来。来补充深一点的颜色啊，深一点，深绿、橄榄绿、深绿、橄榄绿，这个底下的稍微深一点，你看这个花瓣的颜色层次啊，深和浅啊。咱们把笔洗干净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把笔洗干净，来太白，咱们再来一点太白。那我们现在挤了一点太白。我们把笔洗一下，直接用笔去调这个太白，调太白要调均匀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调均匀，直接用笔调太白，然后来调整哈，调整这一朵花的整个的花型，因为这朵花上面不是有一些很白的地方吗？是不是有一些很白的地方？这个太白了啊，加一点点啊，加一点点绿色进来。完全是白色又看不见啊，所以我们先画这个白色的，然后先画这个绿色的，然后再把这个白色的，然后再把这个白色放进去。它是绿中带一点点白，不能完全用白的。如果我们画的时候完全用白的，在这个白纸上根本你就看不见、找不见这个花瓣了。所以我们先还是画一层绿色，然后我们用这个太白再来把它提白一点点啊，让它绿中带一点点白。好，有些地方白一点的，我们加白一点，就把它加白一点就好了。它本身我们画的时候就画的比较浅，然后我们稍微再把它加白一点啊。你看这些本身我们画的时候就把它已经画的很浅了啊。好，中间这里偶尔有几个花瓣，有一点点花瓣稍微白一点点啊。然后中间找一些地方，偶尔找一些地方加白一点点啊。
白一点，这个不要成坨啊！你看这个没调均匀，有一点成坨，就不要让它颜料成一坨。好，基本上差不多。好，可以了啊，就加这么多地方，加这么多地方就行了。可以了，咱们这朵花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来接下来下一朵啊，下一朵咱们来看一下画在哪个地方。好，就画在这个，按照我们构图画在它的这个右下一点的位置啊，画在右下一点的位置。我们开始画下一朵了。来，下一朵用的颜色比较多哈，来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，底色我们还是用上面的那一个底色来朱砂。朱砂、大红、藤黄、这朵花咱们有这么多颜色啊，朱砂、大红、藤黄、赭石，还有胭脂，这里还有一点这个玫瑰红啊，这里还有一点玫瑰红。来调了藤黄之后，调一点朱砂，调一点朱砂，调点玫瑰红，调点朱砂，调点玫瑰红，这颜色混搭啊，真的是混搭。调点玫瑰红，哎，好像还少了一个颜色了。调一点大红，再调胭脂，我们试一下。好像还要再来一个曙红哎。好，我们先试一下颜色啊，先试一下这个颜色行不行？不行的话，我们要再加颜料啊，加颜料。感觉也可以吧，也可以吧，不加了，就这么多吧。好，颜色比较奇怪啊，奇怪的搭配：藤黄、朱砂、藤黄、朱砂、玫瑰红、藤黄、朱砂、玫瑰红，可以调一点点大红，然后调胭脂啊，加一点点大红去加胭脂的话，颜色会稍微鲜亮一点点啊。好，也是一样哈，这一朵花也是花无正形，它不是像我们平时画基础里面的
不像我们画基础里面的这个花头，这个说是太阳形就是太阳形，说是这个绣球形就是绣球形。那我们在画到最后的时候，画到最后我们学到后面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花的话变化越来越多了，变化越来越多了，我们画的这个花也越来越难了，就是你基本上就是感觉看不到它的这个你究竟是什么形。有些朋友说是不是看不懂是什么形？刚开始教基础的时候，为什么给你们分这些形哈？分形就是为了你们更好的去掌握、去练习哈，让你们有一个概念啊，不会觉得觉得没有头绪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就是刚开始这样子教，就是为了让你们有一个这个概念怎么去画。那我们到最后，其实这种形都没有形，什么形都没有形。形的话是什么？就是无形，你任何一种花形都可以串起来画。包菜形你可以串成这个串一点绣球形，绣球也可以串一点这个塔式的，塔式的也可以串包菜的，明白没有，亲爱的家人们？好，到最后咱们就真的是花无正形了啊。好，这个藤黄少了一点啊，再加点藤黄进来，加点藤黄，加一点这个玫瑰红，加点胭脂哈。这颜色就是有一点有一点奇怪了啊。当然我们这个国画的这个玛丽牌的颜料啊，这个颜料你有的时候没办法做到跟这个真花一模一样，你不用去追求。不用刻意的去追求我要一模一样，就大概我们画出，只要把颜色调均匀了，大概你画出你想要的这种感觉出来就行了啊。这朵花刚刚有一点不均匀啊，笔尖上的这个胭脂它成了线，就是你不要画成一条线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均匀哈，一定要均匀。就是我们学到最后，你才觉得，诶，原来是这样哈，原来这个花，这个各种各样的花型也可以串起来画，是吧？好，再蘸一点胭脂啊，蘸一点胭脂。好，蘸点胭脂。如果深不下去的地方，也可以加一点点黑色，也依然可以加一点点黑色进来，就让深色的地方更深一点嘛，加点黑色进来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不想那么深的时候，你可以把笔尖上的这个黑色去洗掉它，那画这些形的，我们就要小心一点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包菜形啊。这的话，它是一个包菜形，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就慢一点。绣球形的话，像这个就是绣球形，绣球形的花，你就是真的是很随意的去画，那真的是随意的去画，花瓣你就随意的去组合，只要是看最后的时候。最后的时候，你注意一下这个，把这个花型注意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调一点藤黄，调一点红色，让它有一点点黄红的颜色。颜色上又会有一些少少的这个变化了。好，调一点这个玫瑰红，调一点大红，调一点胭脂。花无正形啊，这个把花无正形体现的这个非常的淋漓尽致的。好，再来蘸一点朱砂，蘸一点这个玫瑰红、朱砂、大红、胭脂。
越到边缘来，这个颜色是越来越浅了哈，我们的用色要越来越浅。好，大红多蘸一点哈，蘸多一点胭脂，胭脂大红蘸多一点，蘸一点点黑色进来，把这个深色地方啊。好，深色地方用最深的颜色。好，笔洗一下，笔洗一下。有的时候这朵花的颜色真的有点丰富了啊，玫瑰红没有了，咱们再加一点玫瑰红进来。再加一点玫瑰红，我们这一笔只蘸玫瑰红，什么颜色都不蘸，就蘸玫瑰红。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点点，有一笔直接都是玫瑰红，玫瑰红加点胭脂哈，玫瑰红加点胭脂。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按这个原花一模一样啊，我们可以加多一点哈，这个颜色。好，然后继续哈，继续来调点大红，调点胭脂，调点大红，调多一点胭脂，调一点点黑色进来，调一点点黑色进来，然后把这个最深的地方，补上这个最深的颜色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啊，颜色不要了，把洗一下，把笔洗一下，重新调底色。是的，到最后咱们就是可以随心所欲的画出你自己心中的牡丹。但是我们写生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写生呢？写生是为了更加了解牡丹啊，因为你凭空想象不出，我们画中的所有的物象，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来自于生活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生活，所以你得要去写生呀，得要去画多了，你才能做到这个心中有花。好，沾一点胭脂啊。水分，我这个水分还是有一点点大，大家在画的时候还要控制一下水分啊，不要占我这么多的水分啊。我这个水分有一点点大，所以它有一点点水分大了，很容易调不均匀。好，这个胭脂你调的时候就会感觉总有一点点不够均匀。好，蘸一点这个地方蘸一点大红，再蘸一点胭脂。这个地方要小心一点哈，因为它是在这朵花在后面，咱们不要把前面这朵花给遮住了。好，蘸一点胭脂。小心一点啊，小心一点去画。然后我们慢慢已经到这个花的外围了哈，到外围了，这个颜色又在开始发生变化了。我们现在笔上不能要这么深的颜色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还可以来一笔哈，来一笔稍微深一点的。那接下来我们的花瓣啊，接下来我们的花瓣越来越浅了，越来越浅怎么办？我们把笔去洗一下。再把笔洗一下，我们想把这个花画的更加完美，大家不要怕麻烦啊。来洗一下，重新蘸底色。
好，咱们先调藤黄啊。这个盘子的颜色有点脏，咱们把它擦一下，不然太混了，颜色太混了。来，先调藤黄，薄薄的调一层藤黄啊。先调一层藤黄，然后调这个朱砂，调朱砂，调一点点啊，一点点大红。好，这个颜色慢慢的在变化了啊，可以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啊，笔尖上还是要调一点红色。笔尖上还是要有一点点红色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如果说没有一点红色的话，它这个颜色也出不来，它也是慢慢的越来越虚的出来了啊。来，再来蘸一点底色，笔上干了，轻轻的蘸一点底色。来，再调这个藤黄，藤黄不要调太多了，太多了会太黄。调一点朱砂，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。好，再蘸一点点啊。一层层去推进哈，一层层去推进这个花瓣。好，笔上干了啊，笔上干了，咱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用笔肚去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补充了底色之后还是一样啊，先调藤黄，然后再调这个朱砂哈，朱砂。然后底下慢慢到下面，我们加一点点胭脂啊。来，笔上干了啊，咱们再来加底色。来，我们笔上现在是没有颜色，刚刚加了底色。你在盘子边缘蘸一点点颜色，在盘子的边缘蘸一点点颜色，我们要画出这个浅色的，最浅的这个颜色。这还不是很浅，这一笔还有一点点深哈，有点深，不是我想要的颜色。蘸一点点颜色，不要颜色了啊！这一笔要更浅啊，不要颜色了，更浅一点。好，这里加一点点啊，加一点更浅一点的颜色进来。注意一下花形啊，花无正形。来，我们接下来看后面的花瓣了啊。好，咱们调了藤黄啊，调这个朱砂，这个朱砂躲在这里还不好调呢。调朱砂，调藤黄，调朱砂，调一点玫瑰红，然后调一点胭脂。
好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啊。好，再来调一点玫瑰红啊，再来调一点玫瑰红，调一点胭脂哈，调一点玫瑰红，调一点胭脂。好，这里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啊。不够大，让它再大一点点，碎一点点哈，碎一点点。我们待会儿去回一下笔，现在我们先不回笔了。来，再加点藤黄，加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加一点点玫瑰红，加一丁点这个胭脂哈，胭脂要慎用啊，不要加太多了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去补充花瓣啊，再加点胭脂，加点胭脂，底下这里来一个稍微深一点的花瓣啊。好，加点藤黄，调点藤黄，调一点朱砂，调点朱砂，调点玫瑰红，一点点胭脂啊。好，调整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些花型的地方，有些地方咱们需要调整的地方，把它再调整一下。蘸一点底色吧，加一点底色，笔上有点干，加一点底色，加一点点藤黄。好，用点的方式去点一些花瓣出来。好，这里也是啊，调一点这个玫瑰红进来，调一点玫瑰红在笔肚里面，调到整个笔肚往上调一点哈，往上调一点，不要只在笔尖上啊，笔肚上要有，笔肚上要有，调到笔肚上来，然后我们在这个花瓣里面去点啊，花瓣里面去点，让它点出这种颜色的这种纹路出来。横着点、竖着点都行。来，这样点啊，点出这个颜色的这种纹路出来，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方法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？明白吗？知道怎么点吗？顺着点呢，反着点呢都行。那有的时候你顺着点，有的时候你反着点，反正里面就让它有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出现啊，有一点点玫瑰红出来。
好，这朵花大家记得好不好看吗？好不好看？好，这个花瓣上面也点一些啊。直接在它褶皱的地方啊，点一些这种纹路出来啊。这样其实也可以了啊。如果说我们再回一下笔，回一下这个深色的，回一下这个底色，把这个底色再调一点三绿和胭脂啊。你想要它更有质感一些，你可以回一下笔。其实不回已经可以了，画到这里你就已经停了。我们不是很会去弄的家人们，你画到这里你就停了哈。那我们还可以，如果说你熟练的，就是家人们还可以再用这个深色的去回一下笔啊，找一些地方去回一下笔，这样隐隐约约它看着会更加通透一些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隐隐约约看着会更通透。这个回笔用的是什么颜色啊？就是底色，底色里面再加点三绿，再加点三绿和胭脂调在一起，调的更灰一点的颜色啊，更灰一点的颜色，知道吗？调的更灰一点的颜色去回笔啊。干了之后，这样子会显得更通透。我们不会弄的家人们，就会弄巧成拙。所以说，我们刚开始新学的朋友，你不要去做这一步哈，你直接画到刚刚那样子已经可以了，已经很好了，不要再动了哈，画到刚刚那样就可以了，不要再动了。我们学到后面的朋友，你们可以做这一步啊，这样子干了之后，它会更通透一点点哈。来，我们把加大红加胭脂啊，加大红加胭脂，调最深的颜色，再调一点黑色啊，再调点黑色，把这个花心这里补上啊，花心这里画上最深的颜色，最深的颜色，可以加一点黑色进来。好，这个地方等它干了之后，这个地方咱们就画花心了啊。等它干了之后，这里就画花心。